发射窗口一般是指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射时机，但是所谓这个选择时机的条件的话，就根据你任务的不同就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我要送宇航员去国际空间站，那我就要考虑到天气啊什么的这些因素，通常的这些因素，包括观测呀什么的，还有采集数据，就遥测这些的都合适，状况都合适。在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我还要考虑国际空间站运动的位置和我的飞船的位置，这些都要算好，然后才可以发射。那一般来讲，像空间站就进行太空对接什么的这些任务的时候，它的发射窗口都是比较短的。如果要是你这个窗口没赶上，你就得再等一段时间了。所以每个发射窗口实际上都是根据任务来的。具体到这次的发射，就比如这次咱们发射的是星链卫星，它不涉及到对接的问题。那主要的发射窗口呢，一般来讲是指的是天气啊，包括这云层有没有雷电，这个云是不是正好前一个云已经飘过去了，后一个云还没飘过来，包括我便于遥测的这些信号什么的，这些都能够通。它主要的是指的是在这一部分。我有一个问题一直纳闷儿，阿波罗13号的时候出了问题，NASA 迅速计算出了新的轨道，把飞船带回来了。那时候也没啥方便计算器，慢慢计算轨道可以理解，这么快计算轨道有点儿奇妙。它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来讲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是有预案的。所以的话，它一般来讲出现了什么问题，不一定和你那个特别针对，但是大致类似的轨道，它可能已经算过了，就是在那个已经算过的轨道上进行一些小的修正，那就可以比较快的来得出结论。等于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做好几个预案，比如空中飞到一半儿的时候出了问题该怎么处理，飞到月球轨道出了问题该怎么处理，那在月面上出了问题该怎么处理？最后还有离开月球的时候出现问题怎么处理？每一个实际上它都已经把轨道算好了。所以阿波罗13号当时出现问题的时候，临时改变计划，它肯定是在它前面的各个预案里面拿了一个轨道最接近的，然后进行一些修正。在这种情况下，那它的这个计算的速度就会要快很多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一次发射的时候，发射前啊，每执行一次，我们要执行一次发射任务，可能要做几十甚至是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针对可能的突发情况的处置预案。一旦出了问题，就把这些预案拿出来，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和你真实现场情况的适应性的调整。一般来讲，火箭的这个可回收就做到像猎鹰9那样的话，大概说要有两个主要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你的火箭要能够入轨，第二个是你的火箭要那个蚂蚱跳要能跳过100公里，就像蓝色起源的新谢波德火箭一样。等于就是说，火箭可回收的话，现在两个方向走，有一个方向是想在旧火箭上改，把它改成可回收火箭。中国现在也在拿长征2号火箭的改进型进行一些测试，大家可能能够看到有些长征2号火箭的那个1级火箭的顶部有加装了那个山格舵的，那就是在做那些测试。长征2号火箭来改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好处是它那个入轨就已经实现了，但是它那个蚂蚱跳现在还没有做到100公里级。据我所知，拿长征2号改的可能连10公里级都没做到，所以的话呢，它还要走完这步，走完这2步之后，再把这2个结合在一起，然后来试能不能回收。那马斯克完成了这个100公里级的蚂蚱跳，也完成了猎鹰9号1级火箭的入轨，那是早期的猎鹰9啊，那时候还不具备回收能力呢。当把这2个都完成之后，然后把蚂蚱跳和入轨结合在一起，再进行真正的猎鹰9号1级火箭的可回收，可能大概用了4年时间，大概用了14次实验吧，3、4年时间14次实验，然后它才实验成功，最后能够那个回收。
这是等于我刚才说，国内现在可能打算是两种途径啊，一个是用已经入轨的火箭，另一个就是新研。新研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入轨的朱雀2号什么的，还有天明公司的这个天龙1号，这是两款液体火箭入轨的，但是设计初始就没有考虑可重复使用。再想搞能重复使用的，都是需要等到这个就是全新火箭了。那全新火箭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步，第一个入轨，那现在朱雀3号什么那些的，双曲线3这些的都还没有入轨呢，首飞都没有进行过入轨测试发射，首飞都没做。然后蚂蚱跳，那现在就是只做到10公里，还没做到100公里级的。模拟重力的空间站难度大吗？模拟重力的空间站难度一点儿也不大，关键是看就是现在做划不划算。目前的空间站的话呢，都是主要用于科研啊，还有就是国家的这些的，所以的话没必要在这上面花钱。去的基本上都是专业的宇航员，偶尔有些富商啊什么的，然后去观光一下，然后也很快就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搞这个，从就是经济的角度讲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搞人造重力空间站的。如果将来想的真是把这个市场化，能够让大家都能去，那肯定还是要把它搞成有人造重力的这一部分的。因为你想让别人去旅游，然后人家可能体会一下失重，然后人睡觉的时候可能失重下根本就睡不着，那他就没办法了。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得让人家真正休息的时候，还是要给他制造一个重力环境。那也很简单，我就是做一个环，等于做一个环状的太空舱，然后让它以一定的速度转动，用它的这个离心力来代替重力就完了。我也没必要模拟到1G 的重力加速度，我模拟到0.5甚至0.4，所以这个做起来不难，关键就是说有没有商业价值。现在的国际空间站是肯定这么做是没有商业价值的，但是未来的国际商业空间站还想搞太空旅馆什么的这类东西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个有商业价值的事儿了。模拟1G 的重力的话，如果100米直径的桶，1分钟转4圈会不会太快？实际上就是说是不会模拟到1G 的，还是应该我觉得就是0.2、0.3G 就可以了，因为你还是短期的嘛。包括你比方说是像去火星，火星的重力大概是地球的38%，那你要去火星的时候，非要模拟1G 的重力到火星去重新适应吗？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方案应该是一个过程啊。最开始的时候，它的可能是重力还稍微高一点儿，然后慢慢的这个重力降低，这是一块儿。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早期的时候，即使模拟到接近于地球的一个重力方式啊，它有可能它也不是主要给你提供活动的区域，它可能是给你提供睡眠啊这些休息的区域，让你在一个这个模拟地球重力的环境，然后在主要的活动区，它可能开始的时候还是不会来给你真的去做这种特别的这个模拟重力的，这是我的想法啊，不一定对，这是我的想法。哦，太空育种是当时中国等于5院，就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还有中科院的植物所吧，几个一起搞的，的确有很多的搞了这些育种。它等于就是把种子带到太空，然后进行一些辐射，带下来，然后你还得筛选，经过辐射之后，有一些种子会产生基因突变，把那些里面真正它那个性状比较优良的种子选出来。到现在好像倒不太提这个太空育种了。我是觉得原来那时候可能大家也是为了贴近一点儿就是航天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吧，所以会比较宣传一下这个。那个时候可能还稍微在意一下就是民众的反应。那现在的话不用去在意了，现在一说发射，大家都群情振奋的，都非常振奋，就不用再去考虑要不要再说个什么育种啊什么的来和你拉近点儿关系了。国际商业空间站建成以后，人进入太空的价格会降下来，
太空旅游肯定会爆发，它可能会分成几个。第一个我大概是觉得是20万美元吧，20万美元这大概是一个标准，这一些就上层的，就富裕国家的这种上层中产阶级就可以去了。还有一个大概就是5万美元，我给我定的目标就是，如果它低于5万美元，那么我就去尝试一下，那就是稍微差一点的中产，就基本上也可以去了。我们现在航天员排出的水基本上重复利用率是接近100%了，就包括你出的汗液，就蒸出都不是汗，就是散发出的水蒸气都会基本上是100%回收了。但是就是排泄物的话，现在的这个回收率还是比较低的。如果要是说你做一项研究，能够把这些排泄物在太空给它充分的这个利用了的消耗掉，而且变成可以再用的，那倒是一个真的是挺重要的。最好在航天上面的发展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现在的这些包括国际空间站那些宇航员，那它的排泄物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早期的时候都是直接丢到太空去，那现在的处理方法呢，实际上是那些来给空间站送补给的货运飞船，在把货物送上国际空间站之后，它在和空间站分离之前，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会把他们那些排泄物，绝大部分排泄物啊，都装到这个货运飞船里，然后这个货运飞船离开国际空间站，在大气层内烧毁，一般是这么处理的。极小部分排泄物会由载人飞船带回地球，那是为了进行理化分析的。事实上，婴儿纸尿裤也是航天科技的这个衍生品。最开始的时候，婴儿的纸尿裤实际上最开始就是给航天员用的，后来才诞生出了这个婴儿纸尿裤。所以大概在2010年还是2000几年，我不记得了。有一个美国的女宇航员去那个为了追杀情敌，驾车，我看她那个驾车开了好像1000多公里吧，还是2000多公里，从西海岸，好像是从西海岸一直开到东海岸去，要去枪杀他那个情敌去。她当时就没上过厕所，为什么能没上厕所？就是穿着航天员尿裤那个冲过去的。